我桑竹是小姐的侍房丫鬟，要在成婚前替小姐验看未来姑爷是否堪为可用。看着我是怎么要你的。而秦将军果然名不虚传。桑竹，秦将军和顾状元比，哪个更强一些？回小姐，将军更为良配。贱奴，你竟敢骗我！这秦长卿粗鲁无礼，丝毫不知怜香惜玉，把我肚兜都撕坏了。小姐，因非奴婢可以瞒，只是那状元郎实乃是天厌之人，不能人道。小姐，是万万不能学呀！我看你简直胡说八道！你定是尝了状元郎的温柔，便生起了歪心。小姐，奴婢没有，小姐奴婢真的没有。把这欺主背信、满嘴谎言的贱婢给我拖去喂狗！小姐，小姐。明明我告诉了他真实的结论，但是他还是要死。小姐，桑竹，你发什么呆啊？状元和将军，我到底该选谁？我回来了，我竟然回来了！这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，定要为自己而活。小姐金枝玉叶，应当选状元郎。既然上一世你嫌弃将军不够温柔，那我就助你嫁给那天烟的状元郎。可秦将军的身板，那力气，一看就很行啊。状元郎会不会文弱了些？小姐，有些人看着高大威猛，中看不中用的。怎会如此？小姐，这秦将军看
看着急切，其实是虚张声势。你看，奴婢这不是好端端的服侍你的吗？还好提前让你去侍寝了。如果我真嫁过去，发现是个空心灯笼，那我这一辈子岂不是彻底毁了？我这就去跟我爹爹说，务必将将军府的婚事给退了。桑竹，你自小跟在我身边，是我最信任的人。跟我去了状元府后，只要你好好的伺候我，不生出多余的心思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别忘了，你的卖身契，我可好好收着呢。只要卖身契还在，我就永远跑不掉。没关系，一步步来，最后我定会逃出陆凝雪的掌控。是，小姐，奴婢定当尽心竭力服侍小姐和姑爷。小姐，您唤奴婢。桑竹，试婚的结果，你当真没有骗我吗？试婚的结果，你当真没有骗我？小姐，奴婢怎敢欺骗您呢？莫非是姑爷刚才伺候的不用心？那倒不是，顾郎他确实如你所说，温柔克制，极尽怜惜。只是母亲曾私下告知，说女子初次成婚，总会痛上一痛。可我方才并无痛感。顾安姐乃天烟，根本无法人道，自然无痛。但这真相绝不能漏。小姐，那这是一件好事呀。你想，这寻常男子情动之时，哪儿还能控制得住？但姑爷可以在那般时刻，依旧谨记着怜香惜玉，唯恐伤着小姐您分毫。那这便恰恰说明了姑爷爱惨了您啊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我总觉得蹊跷。郑元郎绝不可能纵容天烟之事暴露，定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小姐，您看啊，那落红帕子在此，怎会有假？您与姑爷已是真真切切的夫妻了。就你这丫头嘴甜。行了，本小姐知道了，去吧。是，小姐。这关总算暂时过了，只是……乖女儿回来啦，快坐。你在状元府如今可还习惯？陆夫人身经百战，说是被他看出蛛丝马迹，我必死无疑。看你这气色不错，娘就放心了。顾郎他对我很好，甚是体贴入微。所以娘，之前说好的要个顾郎升官加爵之事，你和爹爹可千万不要忘记了。我陆凝雪的夫君定要是最好的。你呀，果然是有了夫君忘了娘。你放心吧，只要他对你好，你爹一定不会亏待他。哎，对了，娘问你件事，男人可不能只看表面。戏动防花烛之夜，他与你可还和谐？说是在这里被戳穿，我让陆凝雪嫁了一个天烟，我立刻就是死路一条。娘子，娘子，
小婿见过岳母大人。姑爷来了，这是？此乃宫中谕令，秦长卿将军即将凯旋归朝，陛下特下旨意于宫中大摆宴席庆功，还恩准咱们一同入宫参宴，需在宫中小住一晚。陛下竟为他特办宫宴。秦将军如今真是圣眷正浓，位高权重啊。若不是那秦将军中看不中用，如今这种荣宠，何该是我跟他一同享受才是？又何须嫁给一个五品芝麻小官？这只厌倦了状元郎的柔情，开始惦记大将军的风光。陆凝雪，你真是永远都这般不知足。狗奴才，你会不会吹？疼死了！秦长卿作为大将军，这般风光无限，怎么可能不行？小贱人，你当初该不会是说谎了吧？该不会是说谎了吧？说，是不是你和将军春风一度，缠了将军的身子，故意让我嫁给顾老，方便你趴床？小姐明鉴，奴婢万万不敢，奴婢对小姐的真心，天地可见的。小姐，谅你也不敢。你别忘了，你不过是一个签了死契的女子，你的卖身契还攥在我的手里。我要你生便生，我要你死便死。是，小姐将军的事。哼，必须尽快实施计划，脱离宁雪的掌控。坐。这边是皇宫，这边是圣眷荣宠。如果当初选的是秦长卿，此刻接受众人艳羡目光的，就该是我了。慢点。雪儿，你先在这歇息一下，咱们晚点见。都怪这个不知好歹的贱婢！哟，这不是状元郎夫人吗？想当初啊，放着年少有为的秦将军不选，偏偏……哎呦，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！可不就是嘛！瞧瞧今日这宫宴的排场，陛下对秦将军何等看重，将来前程不可限量的。某些人呢，这是肠子都悔青了吧？诸位夫人说笑了，这婚事讲究的是身心合一，那秦将军啊，也就是表面风光罢了。陆小姐此话何意？难道这秦将军真有什么隐疾不成？这我可不敢说。不过我的侍房丫鬟桑竹，她可是亲身试过的，不如让她来为大家讲上一讲。小姐，奴婢不敢。若我说将军不行，此话传出去，我也有命在。可若说行，便做成了这欺主之罪，他立刻就能杀了我，进退都是死路啊！当初是你亲口跟本小姐说，让本小姐嫁给状元郎的，怎么现在不敢说了？说，小姐现在就让你说。回下
小姐，秦将军英武不凡，自然是人中龙凤。可顾姑爷也温柔，行事进退有度，与小姐乃是天作之合。哎呦，听见没有？这秦将军啊，果然勇猛。莫不是受不住这勇猛，偏爱能温吞的？也对，个人喜好嘛，不好强求的。哎呀，叫我说呀，那还是勇猛些好，那才是真男人呐。说真如他们所说，男子大多渴望征伐，表现勇猛，为何我的顾郎总是那么温柔寡淡？难道是桑竹这个贱婢骗了我？不可能，他一个清了死气的丫鬟，怎会骗我？定是我想多了，顾郎这是爱惜我。尝尝这个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好久不见了，来，借你一杯。今日就是我彻底逃离的开始。雪儿，尝尝这个，清淡鲜美。这，哎呀，状元夫人莫不是有喜了？这瞧着像是害喜的症状啊！恭喜状元郎，恭喜夫人！绝对不可能，我是天颜之人，她怎么可能会怀孕呢？啊，雪儿许是近日舟车劳顿，身体有些不适罢了。诸位夫人莫要开玩笑。说我刚进府便怀孕，定能在这些妇人面前好好扬眉吐气一番。顾郎，我们夜夜都在一起，母亲又说我是易孕的体质，说不定是真的。劳烦王太医为本夫人把脉。周明雪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看你失望的脸了。回禀状元夫人，您的脉象并非喜脉，乃是近日饮食不当所致呕逆。原来是空欢喜一场啊！还以为状元府这么快就要添丁进口了，瞧他刚才那架势，还意孕体质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要是你这晦气的贱婢，整日在我眼前晃，坏了我的运道。看这反应，怎的也像是害喜了？难道说这侍房丫鬟有了身子？那这孩子是谁的？之前试过的秦将军的，还是如今伺候的状元郎的？不可能！桑竹，你自己跟大家说，你上次来月事是什么时候？小姐，奴婢的月事一向不准的，已经2个多月没有来了。顾夫人，你先别动气，太医不是正好在这儿吗？让他看看，不就清楚了？此女确系滑脉，已怀有2个月身孕。怀孕了！今天怎么有这小子？贱婢，竟敢背着我，怀上我夫君的孩子！我今日非要打死你，和你斗自己的孽种！
住手！时机刚刚好。不枉我算准时机，逼陆凝雪当众发难。这步险棋我走对了。尝尝这个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见你一个。小姐，你既步步紧逼，就莫怪奴婢见你这喜脉，博一条生路。将军，状元府没钱了吗？他竟然比那老更瘦了。将军，此乃我状元府的家事，这不知廉耻的贱婢，竟敢背着我偷怀孽种，必须拉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他怀了我秦长卿的血脉，就是我秦长卿的事。你说什么？起来。怀了就生下来，我来养。秦长卿竟然问都不问，就抢着当爹，他不是不行吗？定是秦长卿为了颜面，才强行认下。又是这股香气，这女人身上的味道倒是令人上瘾。你是孩子的母亲，我带你走。终于筹谋了这么久，总算可以逃开陆凝雪了。若是让秦长卿将孩子认下，关于他的传闻就会不攻自破，到时候我的隐疾怕是会暴露，绝不能让他坐实此事。秦将军，此话欠妥。桑竹那天可是同时释放了我们二人，这肚子里的孩子未必是将军的吧？顾大人，这孩子究竟是谁的？你应该比本将军更清楚。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顾郎为何如此紧张？难道秦长卿其实是行的，而顾郎他……糟，绝不能因小失大，让陆凝雪起疑啊！罢了，我与娘子琴瑟和鸣，此次不过是早晚之事。既然将军坚持认下这肚子里的孩子，那便让与你吧。顾夫人，他我要带走。这是1000两银票，足够你满10个合心意的丫鬟了。这个贱婢真是好命，绝不能轻易给出卖身契，让他去将军府过好日子。将军说笑了，桑竹的卖身契还在府中，待我回府后再送给将军。虽然没拿到卖身契，但有他在，陆凝雪想必也不敢随便动我。小丫鬟，以后跟着我吧。是。胡闹！看来秦夫人不允许这个贱婢入将军府，待她将桑竹赶出，我便把这个贱婢和她肚子里的孽种打伤。夫人，什么丫鬟不丫鬟的，人家有名字的。桑竹是吧？真是苦了你了。要不是今日我阴差阳错，发现你怀有身孕，恐怕还要再委屈你一段时日。夫人言重了。不严重。这可怜见的，长卿，还不快赶紧带他去治伤。是。走吧。我要有乖孙了。
这腿，这腰，这力气，这秦将军还有这般高的身份地位，这个丫鬟呀，可真是捡了大便宜了。凭什么？明明被抱在怀里，被众人艳羡的人，本该是我。我去喊御医。将军，奴婢身份卑微，不敢。现在不敢了？你之前说的时候不是挺敢的吗？将军，奴婢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是吗？陆宁雪跟本将军说过，你释防之后说本将军给不了他幸福，还劝本将军莫要讳疾忌医，这你怎么解释？果然，陆宁雪他自己得不到，也不让别人染指分毫。眼下若是被他赶出去，陆宁雪绝不会放过我。将军明鉴，那晚过后，奴婢对小姐所言，句句都是将军有马。但我家小姐如花骨朵般娇嫩，所以才用了此等借口，退了和将军的婚事。竟是只巧言令色的小狐狸，是吗？怎么本将军觉着你家小姐好像很喜欢勇猛之人啊？小骗子，你可想好了再说。绝不能被赶出去。将军，奴婢可以解释的。奴婢的确是撒了谎，可这谎言是迫不得已的，因为那一夜过后，奴婢就倾慕于将军了。倾慕于本将军？是，奴婢被将军的英姿折服，魂牵梦萦。若是不说出将军的不好，那怎能再有机会见到将军一面呢？明知他可能在撒谎，怎么心里还是雀跃了些？奴婢的确是撒了谎，奴婢罪该万死，但奴婢的真心绝不是谎言。无论如何，他怀了我的孩子，便不会弃他不顾。何况这香气，当真令人欲罢不能。既然倾慕于本将军，嘴上说说如何作数，那就让本将军看看你的真心。将军，腹中还有孩子呢。那本将军就轻一些。怀了就生下来，我来养。这腿，这腰，这力气，这秦将军还有这般高的身份地位，这个丫鬟呀，可真是捡了大便宜了。纵使秦长卿是个无用之人，如今他这般风光体面，绝不能让桑竹这个贱丫头来沾光。桑竹，你的命永远都攥在我的手里。这酒怎么有股腥味儿？
感觉身上是热热的。顾郎，你回来了。顾郎，我们已经2世没有过了，不如今晚我们……今日进宫匆忙，糊弄的那些器具未曾带在身上。雪儿，此处乃是宫中，这隔壁都住着人呢。此境不太方便，不可过于放纵啊！怕什么？我们也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，莫非你不想与我亲近？你怎么？你怎么抓着我手呀？可是不喜欢这样，那我换一种。别！哎呀，雪儿，此乃宫中客院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能如此放浪形骸啊？我放浪形骸？顾文杰，你竟敢这样说我！我是你妻子，与你亲近，我何错之有？女子当以贞洁为要，你这如此主动，你看，你这哪还有半分尚书府贵女的样子？我不知廉耻，是我不懂规矩。好，那我走，不碍你眼。哼，说什么男子对这事都欲罢不能，都是放屁。我家顾老就总是推三阻四。哼！这声音怎的有点耳熟？竟然是桑竹那个贱人的声音。秦长青不是不行吗？他怎么叫的如此不堪入耳？我呸！桑竹这个贱人，竟然为了讨好秦将军，叫得这般亲切，真是下作。哎呀，叫我说呀，那还是勇猛些好，那才是真男人呐。若秦长青真的不能人道，桑竹这戏又从何演起？难道……方式竟然是这样的，那顾郎他……秦将军怎会这般激烈？倒真的顾郎有些寡淡了。难道是顾郎不行？我定要弄个清楚，回府就要试他一试。顾老，如今我们已回府，是不是可以？雪儿，你先稍等，待为夫熄了灯。啊！别熄灯，以往都是熄了灯，黑灯瞎火的，什么也瞧不见。这次我想亮着来，想好好看着顾老。雪儿，这不合礼数。读书人重规矩，这敦伦之事嘛，在于心意相通，还是熄灯才好。他越是推举，就越是刻意。冷冰冰的，与秦将军那火热的感觉截然不同。难道顾郎他真的不行？
雪儿，你这般看我做甚？顾老，我有些口渴了，想喝你亲手沏的参茶。啊，好。若是他真的不行，一定是用了什么法子遮掩。难道这就是？雪儿，你怎么能够私自翻我东西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动？这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，让你如此紧张？是不是你根本就不行？他果然怀疑了。雪儿，哎呀，雪儿，你误会我了。其实这些都是为了你啊。我自知身体单薄，所以，所以才寻了些话本。可是此等有辱斯文之事，实在是难以启齿。原来他是为了我，我竟错怪了他。还好我早有准备啊。小姐，刚刚打听过了，状元府还没有将您的卖身契送过来。下去吧。只要卖身契还在陆凝雪手中，我就永远不得真正自由。必须抓紧时间，抓住他的心，让他助我夺回卖身契。看他这副模样，我竟觉得安心。将军回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给将军做的，奴婢手艺粗了，聊表心意。倒是好久没有体会过这样被人惦记的感觉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带上。嗯。好了。府里多了这只小狐狸，感觉也不坏。将军，看着我干什么？坐。路过东市，见梅子糕有些开胃，便买了些。东市梅子糕，我前日不过随口一提，他竟留意了这等微末小事。谢将军。好了，既然点心送到了，就因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你好生休息。护卫回报，陆凝雪近日有些不安分，若无必要，不要出府，有我在，府中比较安全。只有你爱上我，我才能真正高枕无忧的将陆凝雪踩在脚下，掌握自己的人生。没想到顾郎竟为了我打破读书人的规矩，去学这些花样。哎呀，这攀上身段好、地位高的，又能怎么样？一个不能人道的莽夫，还不是得每天演戏？怎么回事？毛手毛脚的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
没见识的东西，这可是我家顾郎专门为了取悦我。房里怎么会有如此不堪之物？哎呀，叫我说呀，那还是勇猛些好，那才是真男人呐。雪儿，此处乃是宫中，这隔壁都住着人呢，此境不太方便，不可过于放纵。难怪，竟然全是靠这些玩意儿在糊弄我。我自知身体单薄，所以，所以才寻了些话本，想让你更快乐些。可是此等有辱斯文之事，实在是难以启齿。不，顾郎说了，他是在学新花样，万一是误会呢？今日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，都给本夫人烂在肚子里。如若让姑爷知道，我就割了你的舌头，再把你卖到最下贱的暗窑里去，听到了吗？是夫人，奴婢遵命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能打草惊蛇，我要亲自试探，用最直接的方式。我已将器具收起来，只要今晚成事，我便相信他。顾郎，春宵苦短，东西呢？怎么是空的？顾郎，你在找什么？我突然想起翰林院还有紧急公务要处理啊，你先自己休息啊。他竟然跑了！没有那些器具，他就原形毕露。桑竹，你害我嫁给一个无能之人，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，我定让你血债血偿！桑竹，任你攀上高枝，也改变不了你是个贱奴的事实。你的命永远都攥在我的手里。来人，找几个生面孔，日夜盯紧将军府。那个贱人什么时候出门，常去哪些地方，都给我查清楚。明白。小姐，将军一早就上朝去了，听说今日要议事，怕是要晚归呢。状元夫人是我的旧相识，你去药铺打听一下，给开的什么药？回夫人，是麝香。麝香，这状元郎早就留好了后手啊。真是天助我也！秦长卿不在，我看今天谁还能护着你这个小贱人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攀了高枝的桑竹姑娘。陆小姐，奴婢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站住！本小姐让你走了吗？一个被主求荣的贱婢，见了救主就是这般态度吗？奴婢不敢，只是将军吩咐。拿将军来压我，你以为你爬上了将军的床就不是奴才了？既然躲不掉，
不如借此机会逼他拿出卖身契。看着，只要这张纸在我手里，你就永远是我陆宁雪的奴隶。我想打就打，想杀就杀，还有你这肚子里的孽种！贱人，大床的贱货！这，你以为你怀了孩子就可以翻身了吗？做梦！说是这姑娘是小三，夫人，人家男人不能再打了，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他毕竟还怀着孩子，这小三万一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将军追究起来，我去，难道就这么放过他吗？这肯定不能放过他呀！出什么事儿？夫人，这姑娘长何必脏了自己的手呢？这剑壁签的是死契，搞不懂。我们可以用被主罪名将他告上衙门。哎，你瞅瞅，这样就算是死了，也与夫人您无关啊。说得对，就这么做。现在就把他给我拖去衙门，我要亲眼看着他定罪问斩。好，就得去拖去衙门问斩。拖走了呀！这样我就去见人，拖走了。大人，民妇状告家中逃奴桑竹，他身为侍房丫鬟，却故意构陷，欺瞒侍房结果，致使民妇错嫁，如今又被主求容，其罪当诛。桑竹，你有何话说？大人，奴婢当初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虚言。是小姐她……你这个贱婢，人中物证俱在。哎呀，还想这叫不成人法，休想抵赖！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猫腻。肃静！你说她是你家头女，可有证据？自然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你的卖身契。只要这卖身契在我手里一日，你就永远都是一个贱奴。那这下抵赖不了了。既如此，被告桑竹被主求容，欺上瞒下，按律当斩。来人！且慢，且慢！这谁呀？来这么多人？哦，原配来了！快去找状元，说在公堂之上坐实我欺瞒侍房结果的罪名，顾文杰天烟的名声定会彻底传开。这等关乎男人尊严和仕途前程的要案，他绝不可能坐视不管。雪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闹到公堂之上？顾文杰，这个不能人道的天烟废物！我觉得这要不是当初这个贱人，哎呀，怎么还打昧着良心说，我怎么会嫁给你？我毁了我的一辈子，怎么今天还要替这个小贱人出头？我啥？状元郎真是个天烟人士。状元夫人说的还能有假？一个天烟之人，做什么官呢？当乞丐去吧！就是啊，还不如乞丐呢！臭不要脸！陆宁雪，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还请大人明鉴，奴婢当初对小姐所言皆是实话，绝无半句虚假。实话？好，如若你说的是实话，我问你，为何我进府这么久，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难不成还是我的问题？大人，这子嗣之事嘛，您也清楚，又岂能急于一时？况且这怀不了身孕，也未必是男子的缘故。这女子宫弱体寒，亦或是其他原因，这皆有可能，还请大人明鉴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母亲从小就说你是天生的易孕体质，怎么可能怀不上？定是你这个废物自己不行，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。哎呀，我看状元郎说的有理，这状元夫人当初可是差点许给秦将军的，莫不是现在看将军权势盛大，后悔了吧？嘿，可是啊，我看他就是看着将军，如今风光了，哎，他就想和离了，
在下就是这样，不让人说话。肃静！大人，今日空口无凭，奴婢恳请给小姐当堂一策。若小姐当真意愿，奴婢甘愿受罚。若小姐当真意愿，那奴婢甘愿受罚。验就验，我怕你不成？我陆宁雪行得正，坐得直。今日我就让你这个贱婢死得心服口服。大人，就依他，快去请人。来人，去请京城最有声望的大夫，即刻上堂。太医来了！太医来了！您快！看着就专业。啊！回大人，这位夫人脉象沉细，并非易孕体质，反而是难以受孕啊！你胡说！你定是被收买了！啊，这难不成真让人说中了？这也太离谱了！是，你瞅瞅，自讨苦吃啊！哎，太医来了！大人，大人，这位夫人确实是宫寒体弱，子嗣艰难。不可能！退下吧。两位大夫都这么说，看来是真的了。刚才还信誓旦旦说自己是医孕体质，嘿，我看呐，现在脸都丢光了。就是啊，真不要也是他们早就被收买了。他们串通好的，他们都是串通好的。雪儿，许是那些大夫医术不精，莫要斗气啊！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贱人在搞的鬼！我绝不会放过你，今日我要让你死！去尚书府，请母亲带着他常用的刘大夫来，快！是。哎呦，刘大夫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喽！娘，他们串通一气，找了2个会用的大夫，在这胡说八道，诬陷女儿不能生育。快请刘大夫为女儿诊脉，还女儿一个清白。刘大夫，快给小姐仔细看看。夫人，小姐她脉象严重虚寒，如此体质，莫说意孕，便是想要个子嗣都难呀。这是彻底生不出孩子呀！不可能，这刘大夫可是名医啊，都这么说。你也骗我，刘大夫，你可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你当初明明……小姐，老夫行医数十载，从无虚言。您近年是否时有四肢冰冷，月事糜烂，且伴有剧痛？这便是宫寒之兆啊！状元夫人是我的旧相识，你需药铺打探一下，开的什么药？回夫人，是麝香。麝香，看来这位状元郎早就留好了后手。陆凝雪，你防着我，却不知真正的毒蛇就在你枕边。雪儿，无妨。虽怀有子嗣艰难，但为夫绝不会嫌弃你。只要我们夫妻同心，好好调理，咱日后……如果是我真的不能生，那你房里的那些器具又是怎么回事？若你真不是天眼，你要那些东西干什么？你怎么会这么想我？器具啊！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，不会是我想的那种啊！我私下为你研习了些花样，开完这个太只为讨你欢心，这没想到让你误会至此。既然你这般不喜，那为夫日后不用便是。难道真是我误会了他？哎呀，笑死人了！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有什么事回去关起门来再说。陆小姐，请留步。
今日这公堂之上，正是我彻底摆脱陆凝雪的最佳时机。卖身契，我必须拿回来。大人，还请大人为奴婢做主，赎回卖身契。贱婢，你做梦！贱婢，你做梦！大人，奴婢腹中怀有将军子嗣，今日小姐敢当街殴打奴婢，那明日便可杀害将军骨肉。奴婢性命卑微，死不足惜，可这将军血脉不容有失，还望大人做主。好个伶牙俐齿的贱婢，你肚子里怀没怀将军子嗣还不好说，如今竟敢在公堂上大放厥词，讨要卖身契。没错，娘，你看的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这等被除忘恩的东西，留着也是祸害。既然将军已经认下，那定为将军的骨肉，小姐应当庆幸。今日未伤及将军子嗣，若是这将军子嗣有失，那怕是不会轻饶你吧？娘，你看他竟然如此嚣张，绝不能再留。大人，此奴是我尚书府奴婢，如今还敢犯上顶撞，我有权处置。来人，将他押出去，重大巴士听政。哼，今日就算打死你了事，我就不信将军府还能为了你这个贱婢发落我们尚书府。本将军倒要看看，谁敢动他！他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你怎么样？将军，放心，我会护你。金兆尹，本将军的人何时轮到外人越俎代庖，动有私刑了？将军，小人不敢。将军，切莫被这个贱婢所蒙蔽了，他只是一个签了死契的奴婢，卑贱之躯怎配？他不是贱婢，他是本将军的人。金兆尹听令啊！从今日起，桑主与尚书府的卖身契就此作废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我终于自由了。我当初选的是他，现在捧在手心里，被他如此维护的就该是我了。你好生歇歇，待身子好些了，挑个吉日，我给你名分，你可愿意？谢将军，奴婢愿意做妾。你竟然敢让我的宝贝儿媳为妾！娘，我没说。好孩子，你为我们家长青吃了这么多的苦，而且还怀着他的骨肉，我们秦家绝对不会做这么没有良心的事儿，绝对不会让你做妾，要做就做正妻，3媒6聘，明媒正娶的正妻。你听到没有啊，长青？娘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让她当妾？给名分自然是给正妻的名分。将军竟如此厚待我，多谢夫人，谢将军。娘，您听说了吗？秦长青他竟然要娶那个贱婢，可他当初明明是该娶我的，
他如今这样权势滔天，那样威风，这本该都是我的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最要紧的是你赶紧怀上孩子，堵上那些人的嘴。可大夫从小就说我是异孕体质，怎么嫁了人突然就……这其中定有蹊跷。事到如今，你先停用状元府的东西，吃食、香薰、妆奁之物，全都用我从府里给你带的。若是让我发现半分不对，桑主，你就等死吧！恭喜小姐，您这脉象比1个多月前好了许多，寒气大减，气血通畅，照此调理，子嗣有望啊！停了状元府的东西，身体就好了。就像书里说的这样，上善伐谋，其下伐肖。我们可以先这样。顾文杰，你竟敢为了掩盖你天颜之事，动手害我不孕！大人，是。你竟敢如此看我！你别忘了，你现在还靠我爹升迁呢！你要是敢对我动手，我现在就告诉我爹，让他把给你举荐的折子给撤回来。雪儿，你怎会这样想我？来，刚才打我，手打疼了吧？少在这里演戏！我问你，我不孕之事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你是不是根本就不能人道？怎么会？雪儿，之前我都是为了疼惜你才受这力气，你若是不信，今晚我便证明给你看，可好？好，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最好言出必行，否则这一辈子都别想再做官了。哎呀，放心啊。哼。来人，去南风馆找一个身形跟我一样的男子，小威猛的。是。陆凝雪，你既然要快活，就不要后悔。好孩子，这镯子呢是长青的祖母传给我的，如今我把它给你，日后啊，你就是我秦家唯一的儿媳妇，万事啊都有为娘和你的夫君给你撑腰啊。谢母亲厚爱。长青啊，快带我的儿媳妇去玲珑阁挑选几套喜欢的首饰，我定要让我的儿媳妇风风光光的出嫁。前世我为奴为婢，一句温言软语都是奢求，这一世真有了归处。掌柜的，这个不错啊，你看看，多适合你啊！将壳里最好的头面和首饰都拿出来。哎，好嘞，随便挑，选一副合心意的头面，嫁妆彩礼为明人筹备，不必操心。大婚当日，我要你风光无限。将军，退下吧。是。俊爷有些急务需我去处理，你慢慢挑，不必顾虑银钱，一会儿我回来接你，亲自结账。嘿嘿。伺候好了，都拿最好的来，若有怠慢，唯你是问。哎，是，将军放心，小的明白。小姐，将军对你可真上心，事事都想得这么周到。
夫人，请看，这是咱们店里最好的头面，是金红宝石，您看看可还喜欢？哇，小姐，这也太好看了，这颜色定衬的你肤色极好。这玲珑阁的镇店之宝，何时成了阿猫阿狗都能佩戴的玩意儿呢？哼，麻雀飞上枝头，就真以为自己是凤凰了？小心朝不保夕！不像我跟顾老，不管是榻上还是榻下，都恩爱一场。这痕迹奇怪，关节是天烟，无法人道，怎么可能？这昨个晚上不知是怎么的，倒像是换了个人一样。原来如此，八成是这状元郎走投无路，找了替身呢。这有什么好炫耀的？状元那身板还不及我们将军一半好呢。这种好东西，也是你这个贱婢佩戴的。给我！陆小姐，如今卖身契已毁，你我平起平坐，应当讲究先来后到才对。先来后到？你也配？我漂亮！给我！陆凝雪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随意打杀的奴婢了，我已经不会再让你抢走我的任何东西。反了你了！反了你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状元府夫人要动手抢夺将军府看中的物件，这事若是传出去，状元会怎么想？怎么样？将军又会怎么想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威胁我？我可不敢，只是提醒一下小姐，我呢，现在乃是将军府的人。你不过是个爬床的贱婢，就算是有了身孕，也只是个妾。将军府绝不会让你当正室，而我是明媒正娶的状元夫人，尚书府千金，就算没了卖身钱，我也照样压你一头。我教是你，没人敢拦着，是吗？天子脚下，陆小姐如此笃定，莫非是觉得尚书府已然凌驾在天家之上了？你个伶牙俐嘴的贱人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本将军倒是要看看谁敢动他。将军，你弄疼我了。是桑竹，他仗着您的权势，非要与我抢这首饰。他作为一个妾室，竟然如此嚣张，我这才……将军，雪儿是为你着想呢。他想要什么，不必借我事。莫说要这一套首饰，就是他想要这整间铺子，又如何？将军说笑了。玲珑阁今日所有的首饰，我全都要。等一会儿回府，我们再慢慢挑。他竟如此相活。你疯了！竟然为了一个妾室！谁告诉你她是妾？她是我秦长卿要明媒正娶的正妻。3日后大婚，诸位若有闲暇，来我将军府喝杯喜酒。恭喜啊！走，回家。不可能！你竟然要娶一个丫鬟！是我的，站在他身边被呵护的人本该是我。如果当初我选了他，擢升顾文杰为礼部侍郎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奴才告退，有劳公公。顾郎升迁了，真是大喜事。顾郎，刚才我在玲珑阁看见秦将军竟然为了那个贱人，把整间铺子的首饰都买下来了。顾郎如今也是3品大员了，我也要。雪儿，
我这方才升迁，之前家中为了筹办婚事，钱财已然花费大半，这如何买得起整间铺子啊？没钱，没钱，你升官有什么用？你连个首饰都买不起，那我要你有什么用啊？玲珑阁今日所有的首饰，我全都要。等一会儿回府，我们再慢慢挑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什么好处都是那个贱人的？没用的东西，连秦长青一个手指都比不上。如若我当初选的是他，何至于过得这般窝囊？吃软饭的废物！陆凝雪，今日之辱，我定要你百倍偿还！你不是不想给我买首饰吗？那你今晚就别想碰我。怎么，你还真不动啊？你就只会用床上这套欺负我？我就不信你待会儿还能把持得住。你不是？顾文杰，你竟敢让别的男人，你竟敢这样羞辱我！你，夫人，这是做什么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就不必再装。没错，我就是天燕。你竟然真的是天燕！啊！我这就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不能人道的废物！好啊，但凡你说出第一个字的时候，你与人通奸的事就会昭告天下。毕竟这一个月来，夜夜与你欢好的，都是那个南风馆的小官。这说不准啊，你这肚子里已经怀了他的野种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签了他，滚出状元府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休书，顾文杰，你竟然敢休我！一个生不出孩子，还可能怀了野种的女人，我为什么不能休？签了他，安静的滚，不然我就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尚书府的千金是如何和南风馆的小官厮混的。我相信啊，那些说书的一定会很喜欢这个故事的。毕竟你的嘴才能给你和你爹留点脸。是桑竹，全是那个贱人的错。要不是他骗我，我怎么会嫁给顾文杰这个没用的阉人？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我的人生全被他毁了！桑竹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
好孩子，你今天可真好看。以后啊，这就是你的家了。要是长青敢让你受委屈，我第一个教训他啊！我们新娘子可美了，期待吧。走吧，我们去拜堂。哎呀，你说就是一拜天郎才地女，貌，好生贵子。哎，新娘子真漂亮啊！哎呀，真喜庆啊！新郎也挺帅的。二拜高堂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怎么算的正气？之前让我们新娘一看就是大家闺秀。哎，好吧。夫妻对拜。礼成，恭喜恭喜啊！大喜！哎呀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啊！那些本来都应该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哎呀，真是天赐良人。对，爬上他的床，只要成了事，秦长青必须娶我。凭我尚书府嫡女的身份，正妻一定是我的。桑竹这个贱婢，永远都得是我的奴才。夫君，把这贱婢的嫁衣扒下来给我，把她拖到后面柴房去。是。听着，半个时辰后，你就带人来闹洞房。罢了，还是1个时辰后再带人来吧。将军怕是半时辰不够的。去吧，照我说的做。记住，人带的越多越好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，和将军洞房花烛的人是我。等生米煮成熟饭，我就是将军府正妻。那贱婢只配跪地给我舔鞋。夫人，让你久等了。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？看来我还是很了解将军的嘛，连他的声音都能听得出来。将军，臣家害羞，可否先将灯给熄了？桑竹，等我成了正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
陆凝雪，你竟敢在本将军夫人的新房里行如此勾起无处之事，好大的胆子！你怎么在这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在这？那跟我同房的人是谁？怎么是你？哎呀，陆凝雪，既然你非要来招惹我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将军，夫人，你为何在此？将军，妾身刚才在新房内被陆小姐打晕过去，她还将妾身的衣服给扒走了。妾身听到陆小姐与人谈话，说什么就算换了人也不止。将军，您说她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他是想在大婚之日攀乌云，好将你取而代之。啊！可是妾身听闻，陆小姐好像已经有了私会的意中人呀，怎么会？小狐狸明明自己已经有了计策。好，便依夫人之计。来人！将军，1个时辰之内找到与陆凝雪有关联的男子，请进府来。是。走吧，夫人。嗯。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。嗯。哎呀！娘！桑竹那个贱人和秦长青一起合起伙来害我！老爷，爹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还有脸问啊？新婚夜去将军府爬床，还与那等下贱之人苟合，尚书府100年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我不知廉耻，要不是顾文杰那个甜言的废物，他骗我，我何至于此？都是他的错，他毁了我一辈子。好，就算那个顾文杰有错，可你爹我用尽心思扶持他呀，眼看他就要成为新锐了，你却将他彻底得罪，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是你自己笼络不住人心，为什么偏要怪在我头上？还有秦长青，桑竹明明就是个贱人，他还要护着他。贱人，你们都是贱人，都是你们的错。你简直无药可救啊！你把所有的错都推到别人身上啊！我陆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个逆女？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老爷，你别拦着我！我今天要清理门户！
这秦长青粗鲁无礼，丝毫不知怜香惜玉，把我的肚兜都撕坏了。不要，小姐，小姐，求求你，小姐，雪儿，原来如此。雪儿，可算醒了，吓死娘了！你头还疼吗？夫人不必过于忧心，小姐头部受到撞击，但并未伤及根本。只是小姐如今已怀有1个多月的身孕，且母体近日受到惊吓冲击，切记不能再动气或受刺激，否则恐有流产之虞。身孕？你是说雪儿有喜了？正是，而且小姐身子底子先前受损，若是此胎不保，往后怕是再难有子嗣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就不信你待会儿还能把持得住。竟然怀上那个下贱胚子孩子！雪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这孩子不是你跟爽元爷的吗？你们刚和离不久啊！顾文杰根本就是个天眼，一个不能人道的废物。这是南风馆那个下贱小官的。天烟，小官儿。桑竹，你害我至此，向你血债血偿，不得好死！上一世我能杀你1次，这一世我竟能再杀你第2次。什么上一世这一世？你脑子撞坏了吧？娘，我没疯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快来人！啊！快跟着小姐，别让她伤了自己。是。卖花伞嘞！看看酒啊，好酒！将军，妾身今日还想吃梅子糕。那就看摊主出不出摊。将军，你快看，这个鞋子好可爱啊！不过夫人，你现在指使为夫掏钱买这些东西，是越来越顺手了。哼，那将军是嫌弃妾身花钱花的多了？不敢，只是觉得你如今越发的无法无天了。那还不是将军揍呢？你看这儿的花纹和里面不一样，咱们去前面走走。夫人，请坐。将军为何带我来这里啊？先把眼睛闭上。
子糕，快吃吧。谢将军，妾身最喜欢梅子糕。前世我嫁给他，可是他连我的房门都未曾踏足，为什么这一世对这个贱孽却如此不同？杀了他，必须杀了他，把属于我的东西都夺回来！小姐不可！甚好。我杀了你！你没事吧？将军，你流血了。一点小伤，无妨，别怕。你竟然会为了这个贱人挡刀！陆凝雪当街持剑，轻刺朝廷命官，罪准确凿。来人，将此生徒拿下，押送京兆尹衙门，严加看管，择日处斩。凭什么？你上一世从未正眼看过我，永远都是敷衍我。这一世，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可以断送性命！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我才是！带走。带走。慢着，夫人，他已经疯癫，你要跟他说什么？小心伤着你。将军放心。上一世，我跪在你脚边，真心实意劝你选将军，告诉你他才是良配，你却嫌他粗鲁，怪他不知怜香惜玉。这一世我便如了你的愿，让你选了状元，怎么现在过得不如意，反倒又成了我的错？你胡说！是你明知道顾文杰是个天颜之人，你竟然害我，让我丢脸！我害你？是你自己想要状元的清贵，又贪恋将军的权势，既想要虚名，又渴望那快乐。可这世间安得两全法？你的悲剧从来都不是我造成的，而是你自己永不知足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教训我？贱人！我要杀了你！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别动！桑竹，你一定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陆凝雪，我与你两清。小姐，陆凝雪刚刚被斩首了，亲眼目睹吗？亲眼所见。这疯婆死之前已是疯癫，嘴里还一直念叨些什么，像个神棍似的。念叨什么呢？什么上一世、下一世什么？哦，对，说下一世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之类的。我们这些围观的全当他是在说笑了。我已恢复自由之身，这轮回也应该失效，我终于可以真真正正的活一世。桑竹，将军，谢谢你一直护着我。傻瓜，护着你本就是我分内之事，从前是，现在是，往后更是。如今我只想
和你平平安安过完此生。不过为夫为你挨了一刀，险些成了残疾，夫人是不是该好好报答一下？孩子听着呢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是说让夫人给我伤口换一下药，全当报答。莫非夫人想到别处了？没有。不过夫人要是真的觉得愧疚的话，待孩儿出世之后再好好补偿为夫也可。你可记好了，你欠我一次。不挣钱。夫人，孩子名字我想好了，叫穗宁如何？愿他和他的母亲岁岁平安，岁岁安宁。这一世枷锁尽去，仇怨已消，往后的年岁，岁岁平安，岁岁安宁。